那厕所不重做会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我现在看起来叫做真的也不会怎么样哦。你厕所有重做，那当然就是你的开价就要往上开哦，就你要把你花在厕所的钱那样花下去哦，然后把它加在你要卖给下一手身上，让他去付，就这样。然后你把那个漏水弄，然后改完之后，买方一律觉得说啊，漏水真的有好好弄吗？哎，那个是你们投资客那边乱搞的啊。然后它就会变成说你房子的价钱要比较高，那你在销售上就不见得会有优势，所以厕所没有漏水必然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中古屋厕所，你把它打扫干净差不多就行了啦。这样的花费会是最少的，不然你一下子就把它打掉重做。厕所是新变新没错，但是变新是一回事，它也不好看，因为你要省那个钱啊，怎么那么贵啊？这样它28万哦，所以你的地砖都必须，你的瓷砖都要选那个，嘿，你知道就没有那么好看就对了。你那个报价它不会给你用6角砖8角砖的了哦，如果有的话有2-3块，那个东西很麻烦的，你整平器多难贴啊，所以你那个预算你就不要想了哦。那你弄出来就说啊，还是蛮阳春的一间厕所。卖房前必做的这几个装潢哦，抓住买家的心态，会让你房价抬升更加容易啊，至少你不会被杀的那么惨。先说结论，一定要全屋油漆哈，然后灯跟地板要去做处理。我们有讲到厕所哦，厕所这个八卦的时候我慢慢讲哦。啊，有预算的话再搞一间衣帽间，这样看起来就会很不错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那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你要做老屋延寿外墙翻新专案吗？遇到的话你要拿钱吗？我是建议要了，因为房价会涨。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能拉高房价的装潢有哪些哦？这次我们来聊，如果你准备要卖房子，那你应该先做哪些装潢来拉高房价？第一个就是墙面翻新哦，我是建议你全屋重新油漆哦。那如果这间房子没有什么壁癌之类的问题，就自己漆就好，真的这件事情是可以自己做啊。现在油漆已经进化很多了，你干嘛要去用油性的？你就用水性的就好了啊。油漆人家讨厌就是说啊有毒气体哦啊那松香水哦那个有腐蚀性。不会啊，有一种东西叫水性漆，好不好？现在都进化很多了，那你就自己涂就好了。然后那个颜色的部分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全部都白到底，白色很安全，我知道但现在的人就视觉动物你有一些墙面你可以刷一些浅色那这样看起来画面会差非常的多。例如你看这张图，IKEA它把墙面刷成灰色，这个东西在我们一看，这个就是类雾香类雾香还没有到藤色那么深就这样。藤蔓的藤，好，那这画面感就会出来啊。通常这种做法会用在客厅因为米灰跟浅灰反射光线看起来会很有气氛那也会让空间看起来更加的有那个宽敞深邃的感觉很多人不是买预售觉得客厅很小那你试试看，把靠沙发，我现在不是讲电视墙，我现在讲沙发墙你就把它弄成浅灰色视觉上看起来会舒服柔和很多。那再来你要知道还有哪些要处理。再来是处理地板那地板的话就是全屋要铺木地板，也可以不铺因为地板还是有它双面刃的属性存在。那个丑地砖我都做中古屋嘛丑地砖有它天然的劣势，就是会被人家嫌但是现在的流行是怎么做那个 SPC 石塑地板SPC 地板，这个就是 SPC 地板铺起来的样子，对啊，这看就是女生会喜欢的东西看起来是不差的，这不是业配只是借他们的图来用那 SPC 它就是塑胶地板，这个我要说明一下有档次的塑胶地板然后 SPC 超耐磨什么的都归在这一类。在网上还有那就是细分的产品什么免胶地毯，那个再说，在网上才会走到瓷砖，然后瓷砖网上还有瓷砖在网上会走到特殊涂料，什么盘多膜地板有没有会呼吸的地板那个脚感温润什么不用追求那个那大概就是塑胶地板在网上。我刚讲 SPC 是塑胶地板，是说它也是塑胶做的就这个意思而已那就看我个人认为说铺 SPC 会比较好。我当然知道塑料地板便宜就是档次最低的塑料地板便宜你只要涂个卖相好，你要铺出来，也有人这样子做只是说 SPC 铺上来，你选浅色你不要选到那个深色，深色不好控制，深色会变成说房间小小暗暗的看起来会很重，那你就尽量选浅色那浅色 SPC 铺上来，女生大概都会动心会喜欢的啦，因为真的很漂亮
它有2种哦 ，SPC 有2种，一种有接缝，一种无接缝。我不是说那个无接缝要怎么拼，不是，是它都拼好了之后，中间会故意留一个缝哦，铺完之后看起来是没有缝的啊，都有人喜欢哦，那没有缝的比较便宜哦。那为什么拼完之后还有缝？缝不是不好清洁打扫，难道还要再填缝啊？不是，因为这样比较像木头哦。那铺完之后哦，真的很像木头哦。木地板就是会有那个缝嘛哦，一片一片中间的缝，就这样。好，我要讲 SPC 的缺点哦。那它的缺点是，它清运很贵，清运很贵。所以你就去看，如果你的那个地砖哦没有烂到一定要去铺 SPC， 你甚至可以考虑是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哦，因为清运真的很贵，那个就把成本留在后面了哦。那塑胶地板清也很贵，它特殊处理哦，就是燃烧会有毒还是什么哦，也很贵。SPC 的地板确实很贵哦。那 SPC 的好处还是很多的哦。那好施工，通常一间30坪的房子哦，屋主要全屋通铺哦，没有什么其他状况要处理的话，那应该是1天就做完了哦，真的很快哦，超级快，你看看啪就可以做完了，然后也不贵这样。那屋主要换哦，也可以自己出。我要换的意思是那就要切了哦，拿线拿去切哦，切完然后你再裁那个，通常师傅会留没用完的 SPC 放在你家，你就不要去把它丢掉哦，那个就是让你以后用来补的，切哦，然后把它挖起来，挖起来以后，你的另一个切，他留给你的切，然后补进去哦，花纹简单对一下就好。会不会有缝？会有缝就会有缝啊，就这样了啦哦，就这样。好，那基本上 SPC 地板不太会有什么问题了哦，就这样啊。现在也有建商就是直接用 SPC 地板来给你交屋，我个人是认为这个是蛮大胆的举动，它不一定便宜，为什么会直接用 SPC 地板来交屋？原因是这样哦，就是 SPC 地板它对地坪有算严格的要求，我觉得算很严格。那个要求的严格之处是在于说，它一定要你的地面很平很平哦，那个前后误差哦，最好不要超过0.2公分。我靠，怎么可能哦？对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一般的家里的瓷砖面哦，没有要抓像预测要抓泄水坡度的话，其实都被整理过了哦。至少在铺瓷砖的当下都会被整理过了哦，它已经相对平了。然后现在建商交屋直接给 SP， 我不太知道那是怎么做的呢？因为那个 SPC 地板我看起来是硬底的施工，那硬底你就要抹得很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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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让下一个 SPC 地板的人好处理，不然它铺完哦，它就是靠卡榫在咬的嘛，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一个 SPC 地板大概都是长形的，没有什么正方形的哦，都是长形的。那如果你有误差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变成它会咬不住哦，会有起伏哦？那个东西是几乎没有办法修复的。你怎么会叫铺地板的师傅，这边翘翘的？好，我想个办法哦，然后他就帮你把那边还要磨低一点，有可能哦。对啊，所以用那个 SP 来做，这个真的有比较便宜，不如铺地砖哦。那日后如果人家还要用，那上面再铺他要的 SPC 就好了嘛。那所以我听到这个现在有建商用 SP 来交屋哦，确实也发生了，但是我很怀疑说，那你硬底施工你就要抹得超级平，你们那个无厂的有那个他们讲什么民事厂跟那个无厂武术的武啦。他们又做无厂的哦，那怎么会有那个时间去帮你把那个地都整得非常的平，让下一个 SP 真的是不如铺地砖，然后铺地砖现在不是大家也用扫堆在贴而已嘛，这个很快啊哦。然后你说撑多久？至少建商保固期间之内，它不会有什么事情。硬底施工又贵，那工期又慢，因为人家等它干哦，等它你再弄就弄得超平了，不然等它干之后坏了怎么办？还要重新磨、重新切，很麻烦。所以我不晓得哦。那 SP 木地板这件事情哦。在我来看，它现在是处于一个状态，叫做优点比缺点还多哦。它缺点我也说了，清运很贵，不然的话你铺起来哦，真的是又快又便宜，然后踩起来脚感也都很 OK 啊，防水也算有防水，因为它塑胶的嘛哦，就这样。我个人是认为蛮不错，我自己家里就是铺这个啊，我也知道以后要是要统弄要清运很贵，然后晒到太阳的地方可能会发生，它毕竟塑胶的东西嘛哦，晒到太阳的地方可能以后会掀起来还是怎么再说啊哦。好，再来是灯具哦。灯具我就建议你就按照IKEA那样弄哦，床的灯看你敢不敢就把它吊得低低的，灯光是气氛的魔法师哦，真的是这样啊！我会员影片不是也拍一支，应该已经看过了吧？哦，那如果你有买我会员的话，就灯就把它吊得很低哦，那或是你可以搞刚一点哦，弄灯带哦，这叫智慧灯带，没有很贵，但女生的梦幻泡泡会出现。客厅的话，还是建议你就是吸顶灯哦，台湾人最喜欢的是亮堂堂明亮的客厅这样哦，不要学欧美的那种。
好，那最后我会建议你值得多花钱的地方，我们刚才讲的部分都算是你还可以自己处理的地方你想要省钱的话，连 SPC 你都可以自己铺但是你铺起来可能就是没有师傅弄起来那么好看，因为要拼什么步步高升、工字什么有没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如果你还要让这间房子更好卖，女孩子的粉红泡泡要更多的话，你还可以做什么？直接公布答案：衣帽间。衣帽间就是你看主卧还是有哪个地方有办法去规划出衣帽间衣帽间小没有关系，但是它就是一个衣帽间大概也要个加起来大概也要个 0.8 到 1.5 平的大小衣帽间。所以我说中古屋才比较有可能实现屋龄很轻的三房，你那么小的哪来生得出衣帽间？中古屋真的可以，而且它不用牺牲任何一个房间。我靠，它主卧自己就隔得出那个衣帽间衣帽间真的是很厉害的东西你看我没讲厕所，我讲的是衣帽间衣帽间是让女生的梦幻泡泡直接爆发，直接不小心就喷出来了就这样。衣帽间很厉害，被我弄出来的那个衣帽，我自己看了也喜欢。我说真的，虽然我男的但是哇，这个对女人来说一定是很难会具有那个抵抗力的。然后衣帽间还有一个变通的用途，也不是变通就是好像衣帽间最后都会变成这个用途，就是说如果家里有养宠物的话，那个衣帽间大概就是宠物晚上睡觉的地方就这样。我不知道，宠物就想躲在那边，很有安全感这样。衣帽间仅供女主人使用那男主人去便还是怎么样？那再说，就是如果你有衣帽间的话，很棒女生很喜欢，就真的是很喜欢这个东西。有个衣帽间的房子那是一个仪式感一个尊荣感这种东西。那衣帽间如果中古屋规划上空间居然可以搞得出来的话，就轻隔间就要上了，就把衣帽间隔出来。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做？我跟你说，非常值得非常值得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
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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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厕所啦来讲一下说，我讲衣帽间，我不讲那个厕所重做为什么？因为贵啊，真的很贵啊。你现在3房2厅中古屋的3房，到你手上你要卖，你应该都是中古屋吧？2间厕所重做，3房2厅的2间厕所重做，应该是30万有找的状态，就看那个师傅跟你报多少，30万呢你就轻隔间哪有多少你铺 SPC 哪有多少就会变成这样那厕所不重做会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我现在看起来叫做真的也不会怎么样你厕所有重做，那当然就是你的开价就要往上开就你要把你花在厕所的钱这样花下去然后把它加在你要卖给下一手身上，让他去付，就这样。然后你把那个漏水然后改完之后，买方一律觉得说漏水真的有好好弄吗？那个是你们投资客他们乱搞的然后它就会变成说你房子的价钱要比较高，那你在销售上就不见得会有优势。所以厕所没有漏水必然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中古屋厕所，你把它打扫干净差不多就行了这样的花费会是最少的，不然你一下子就把它打掉重做。厕所是新变新没错，但是变新是一回事，它也不好看，因为你要省那个钱怎么那么贵这样要28万所以你的地砖都必须，你的瓷砖都要选那个你知道就没有那么好看就对了。你那个报价它不会给你用6角砖8角砖的了如果有的话2、3块，那个东西很麻烦你整平器多难贴所以你那个预算你就不要想了那你弄出来就说还是蛮阳春的一间厕所。我真的是认为说厕所如果你要卖厕所就在堪用的状态，你不一定要去整间打掉重弄，你可以弄像我会影片拍的那个一样就马桶换掉，然后那个浴室镜换掉，然后那个洗手的那个换掉，换比较设计感的，就差不多啦但弄起来就会差。然后天花板要换掉，天花板把它弄成木纹的天花板狂开就素颜这看起来就真的很漂亮。结果你的厕所的瓷砖还是中古就中古这个没有关系。你花这些钱花完连那个马桶你这样花完总是比你去重做2间厕所还要便宜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是我说厕所不一定要直接打掉重做，除非已经有在漏水如果有在漏水有在闭眼，你就把它弄好，你不要让下一手来找你到时候就会很麻烦如果你就使用上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就是做像我说的小改造就可以了小改造就可以了，那就不需要搞到整间厕所都重做，因为那个花费是真的是贵厕所就没事嘛我花了这个钱花下去，我只是为了要让厕所变漂亮这件事情，我会认为代价太大就做小改造就好了。小改造连马桶连什么整间弄下来，一间应该是离10万还很远，那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所以非常推荐你只做这些事情。那我的手笔就不一样，我的手笔就是真的会好好装潢，所以我真的要卖每一间都会去大装潢大整理。那个厕所的最近刚才整理一间好漂亮那个泥作师傅好玩去拍先问设计师说让我拍，然后那个他们泥作师傅有认识来拍然后人也很健谈，然后有问必答。我在想是这样就是他工作也无聊啦那我就跟他聊天他也很愿意跟我聊天，很愿意分享，拍到我脸没关系什么的但就是好看的浴室哇真的很厉害，降板你知道哇这个女生已经爱死了，我自己看我就觉得哇靠好美，然后又用特殊处理的砖，特殊处理是说就小砖，大的瓷砖去切的切成小砖，好漂亮不要讲，有机会的话等我要卖的话，我看要不要再拍给会员看很漂亮的浴室，然后花的钱也差不多那这个就是我们会去弄的东西。所以我说你都不熟你也不认识的情况之下，你就不要去花那个什么厕所打掉重弄这个钱了嘛，因为你弄出来跟我们弄出来钱都差不多，可是你的看起来还是阳春那我们看起来哇靠好高级，真的好高级哇靠，我不知道现在的那个浴室的处理可以弄成这么的
好了，有机会再来拍啦哦。那现在还在整理，我去了他们都还在施工嘛，降板的浴室，然后又小砖，又干区湿区又拆开来，真是漂亮啊！教我贴砖哦，这个怎样是怎样，然后放镭射什么，很好玩。好，厕所是这样，你小改造一样就可以取，因为你要卖嘛哦，你小改造你就可以取得不错的样子了哦，你不用像我们这样大装潢。那我大装潢，当然厕所浴室我就会打掉重弄。那如果你有预算上的问题的话，小改造就行了，不用去搞那个浴室。你有那个预算，你不如去搞轻隔间，去看有没有办法让你的中古屋3房或4房格局哦，去生出一个女主人的更衣间。太小也不行哦，太小会变成它好像储藏室哦，那进去好像被关或者那个压迫感。它至少要放得下那个全身镜哦，通常是这样啊，它就是一个4方形的空间嘛。我举例哦。那它通常是这样，你人假设从那边走进去是4方形的空间嘛，哦，那这边都是衣柜，然后走道哦，然后那个全身镜这边要留给他，你不能太小，你知道，太小太窄就变储藏室了啊，储藏室就，我个人觉得储藏室你还要去花轻隔间的钱，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雅给了。那更衣间女主人的更衣间，如果能搞出来，真的是超级加分的一件事情 ，CP 值非常的高，非常比你去厕所重做还要高非常啊，它就轻隔间而已啊，这个也还好啊，花费也便宜很多。我会不会讲太多？这是不是应该放在会员影片的东西啊？好了，都被你听到了。好了，就这样了。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哦。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哦，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哦，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哦，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哦，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哦，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啊，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汉一。